大家好啊，好久不见了。现在天气变好了，你看我现在又把这个小摩托车给搞出来了。这个摩托车就是之前我去那个西双版纳玩的时候玩的那个小三轮嘛，然后觉得很有意思，然后就自己也弄一个。因为最主要其实是我妈看到了那个影片，然后她就想要，然后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，就把它弄来加拿大了。就是旁边那个边车，边边那一坨，就把它运来加拿大。然后由于主要这个弄来是给我妈骑的，然后因为她只有普通汽车驾照，在加拿大的话，如果摩托车是50cc 以内的话，它是可以直接用汽车驾照驾驶的，不需要考特别摩托车驾照，所以这只有50cc。然后最后再给你们讲一下，我挺不开心的最后，不过让我卖个关子啊，最后。然后旁边这一块的话，颜色不太对啊，这是有原因的，因为我是故意的，我不想花太多钱。最后我再讲原因，为什么，好不好？反正不管怎么样。摩托车是50的，2022年 Vespa 的 Spring 50 CVT， 然后是电喷的，3气门，我记得好像是3气门。然后旁边这个就是玻璃钢，内地买的咯，不要讲咯，是完全是锁上去的套件，完全不需要钻任何一个洞，就下面3个螺丝，旁边那个架子，这个架子，这个换掉，它原厂那个镀铬的空的换掉，换成这个。然后那个小摩托的话是买二手的，没想买全新的，因为全新的话在加拿大加完税、加完牌照弄完快要6000块钱了。我这个话买来不到4000吧，然后买的时候二手才200公里而已。现在我已经试骑了200公里左右，现在已经差不多400公里。当然这是我第一个边三轮啊，然后我现在之前没有玩过边三轮，所以完全不知道。我把它装上去之后才发现那个问题，原来这个摩托车原来所有的 sidecar 好像大概在30-50公里左右才会出现一个像死亡摇摆那种轻微的那个龙头会晃。然后我上网查了，好像是没有办法避开这个问题，除非是装那个 steering damper 就那个阻尼器。不过 Vespa 没有出这个东西，而且它的旁边是单独的悬吊，前轮是单独悬一边而已嘛。那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装那个一根的那个阻尼，然后上面那个龙头的地方也没有位置可以安装。不过这不是太大问题，因为那个什么，因为我只要把手放到上面的话，它就基本上就不会晃了，就是很轻轻的放到上面，它就不会晃。在没有装上这个边三轮之前，我可以就是我自己骑的话，我现在是85公斤吧，87公斤左右。我自己骑的话，这个摩托车可以冲到65，就是只要油门给的够久的话，一直可以走到65左右平地。现在如果是装上这个车的话，速度掉到的话，最多只能到55了。然后如果逆风的情况，可能逆风太大，可能还不到50。这是我们的加拿大温哥华的海边啊，渔人码头附近。不管怎么样，我等下就会装上那个相机，然后带你们去兜一圈看看。平常没有做这种运动相机或是骑摩托车拍摄的，我也不可能举个大相机，所以我的声音得跟运动相机得分开来录。这还是第14吧，也不难了，也不是什么问题。这个边车安装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其实是有讲究的，就是说这个车身的倾斜，就左边的摩托车身倾斜，大概要往左边，就是如果这样的安装的话，对不对？要往左边倾，就是我们在以普通美国或者台湾或者大陆这种右边驾驶的情况下，就路会往右边斜嘛。然后这个车身得往左边倾斜1到3度左右，1到3度。然后边车的话得偷印，就是从内侧往内侧偷印大概也没有说多少，他们每台车都不一样。那我是怎么做？我是装上去一直调，边试骑边调。当那个龙头把手最直的时候，我就不再动了。为什么右边右侧这个轮要往内侧，要往这右侧这个轮子要往这个偷印往这边偷印的原因是，因为这个是没有产生动力的轮子嘛，动力轮是在这个轮子，所以这边会产生一个阻力，想往后拉，就是往这个背后 drag 就是阻力。那为了抵消这个 drag， 如果这个 drag 在的话，摩托车就往右偏。那往右偏的话，那抵消掉就是把右边轮子往左边倾过来，就刚好把它平衡住了。不过这个是我调了大概7、8次吧，7、8次才抓到平衡。看在喂鸽子。那 the same， 我就沿着海边这边转一圈，看下这个直速。
由于那个麦克风收音没有收好啊，所以2只麦克风在骑行都没有收好，所以我只能后期录音进去了。基本上这摩托车就是说，在我85、87公斤体重的情况下，大概最佳状况可以在顺风平地时候可以达到55公里左右，然后最惨情况下的话，可能只有45，就是逆风啊有坡的情况下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，骑这台摩托车之前都不用想到，就是说，像我们普通看到那种边车都大台的，那种700cc、600cc 那种，甚至边车都是铁做的那一种边车。我骑者的体重跟摩托车比的话，摩托车可能500公斤左右，那加上边车500公斤，那人可能只有80公斤。那其实这样的情况下，他们在骑的时候转弯，其实人的体重反而不需要去迁就那个重心的分配，就是人在改变重心的姿态，其实还没有这台 Vespa 大，因为这台 Vespa 可能就总共不到200公斤，那人就80公斤了，所以人的体重在这台摩托车上是占了一个很大的比例，这就造成了说骑这个 Vespa 过弯速度，尤其是右转弯一定要慢啊！你就算不但要慢，你还要把身体倾斜往内倾斜，否则内轮就很容易举起来。然后左转的话还好，因为左转的话，因为有外侧轮子顶着嘛，左转的时候右侧轮子顶，所以左转还可以，左转甚至可以某些状况下还可以全油门过、全速过这种。但最可怕的就是右转，那右转的话就一定要放慢速度，要不然就是要把身体倾斜得很夸张，要把重心往内侧、往右侧内侧压，否则右侧轮很容易举起来。然后这个公交车司机，我2次来回都跟我挥手，看来他很喜欢这小摩托。然后卖的关子跟大家说一下吧，就是说我把它弄好了之后，我骑起来挺喜欢的。我给我妈骑，我妈骑了5分钟就说她不喜欢，不要了。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，现在自己留着骑，好像动力又太小了一点。我现在不知道是要卖还是留，反正他是不要了，一句话就不要了。最后再讲一下为什么边车颜色跟摩托车颜色有点不对，因为那不是漆，我就是不想花钱去喷它，因为我怕我妈会后悔。结果果然她就是不要了，不骑，所以还好没花钱去喷它，因为现在温哥华这边的物价喷漆费用也很高，然后我拿去给外面估，光是把旁边那个边车给喷成同样黑色，光是黑色估价是1600。